家好，我是牛美丽同学。我们现在在祖国大陆距离台湾省最近的地方。那我身后呢就是台湾海峡了。从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到台湾省的新竹市直线距离仅68海里，换算成公里数呢大概在120多公里。乘船快的话，大概2-3个小时就能到。没错，我们现在在福建平潭。这里不仅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岛最近的地方，也是全中国风力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。这片与台湾岛隔海相望的土地是什么样子？这里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？这里有哪些与台湾一脉相承的烟火气息？又有多少台湾同胞在此共建家园？本期视频，我们想用一些不同于普通游客的视角，和你一起看一看平潭的过去、现在还有未来。所以在很早的时候，其实相机里面拍到的这种范围其实都是海。放弃幻想，准备斗争。但是目前现在两岸局势非常的紧张，直接产生大量这样可以是说无形间的仇恨。他不是管制，他直接把你处死人的吗？哎，那您觉得如果要是台湾回来了之后，咱们两岸可以自由往来情况下，平潭的房价会涨吗？每一个村都有一个台湾人。将来实现大一统的话，那这条铁路公路就可以直接修到台湾去了。那你觉得台湾真正回来了之后，平潭的旅游业会受到冲击？我们在平潭这几天经常能听到头顶上轰鸣而过的飞机的声音。我们现在刚刚在酒店安顿好，现在准备去吃点午饭。吃午饭的地方跟我们住的地方还是有点远，所以我们打算骑小电驴过去。让我来随机选择一下，这小电驴都生锈了。陆总随机选取一个幸运电驴，3块钱15分钟，安全第一步，头盔戴好。你这头盔戴的套娃呀？他这个头盔有点脏，我不想直接戴到头上。陆总选的车不动了。什么鬼？陆总的车罢工了，现在陆总回去重新换一辆车。真成助力车了，是我给车助力。我刚刚那个车骑了10秒就不动了，然后我又新搞一个车，我服了，浪费我3块钱，真的是差评。经过了一段艰难的骑行，我们现在终于到达吃饭的这条街了。这条街感觉上年头了呀，这都老房子，这应该是当地居民老生活区了，非常浓厚的生活气息。天上还有飞机呢。我们在平潭这几天经常能听到头顶上轰鸣而过的飞机的声音，而且那些飞机看起来都像那种战斗机一样，或者是歼击机。在去饭店的路上，我们被风带进了一条老街，街上没有游客，有的是浓厚的生活气息。阳光温柔地洒进楼宇的缝隙里，风轻轻挪动着脚步，生怕吵醒午休人的好梦。这个街道很有年代感这种特别有年代感的老楼就特别有味道，仿佛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80、90年代的时候。发现这边的居民楼每一扇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，3楼及以上也需要安装防盗窗吗？这个的作用主要是防止外面的人有人进去吧，但是如果高楼层的话，也会有人进去吗？也会有这个风险吗？到平潭的第一顿，先来尝一顿当地特色美食——福州荔枝肉。
我们点了2份菜，一份是这个茄子煲，一份是海蛎煎。现在他上的这个是茄子煲，它这个茄子应该是里面勾芡过的，所以汤汁非常的浓稠。这道菜呢叫 XO 酱鱼香茄子煲，里面的酱汁的味道是非常浓郁的，整个的口感呢是偏咸口的，而且这个茄子因为是去掉外皮的嘛，所以非常的软嫩。而且这个茄子非常的下饭，像我这种盖浇饭爱好者，简直非常喜欢的不要不要的。哇哦，海蛎煎，海蛎和蚵仔呢都是牡蛎的别称，一般这种小吃啊，就是在福建和台湾等地区比较广泛。这种做法呢，一般就是将牡蛎裹上面粉、鸡蛋，然后下锅煎。虽然在不同的地区，它的一些制作细节和调料的一些使用上面可能有一些差异，但是它的主要的原料和基本的制作方法都是相同的。我第一次吃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还是看那个大 S 演的电视剧《转角遇到爱》里面。那在那个电视剧里面，这道菜叫藕蛙煎。我们这次吃的这个海蛎煎里面啊，里面有鸡蛋，葱，我看还有芹菜好像，然后还有胡萝卜，又有海鲜，又有蛋，又有蔬菜，材料是非常丰富的。它整体的味道呢是淡淡的咸味，因为里面有牡蛎嘛，所以非常的鲜美。然后又加了鸡蛋以及一些就是有点像藕粉的那种感觉，但它肯定用的不是藕粉，应该是另外用的其他的番薯粉啊去调制而成的，所以又有一点粘稠的感觉。它这个海蛎煎搭配了一个酱，甜辣味儿吧，这个海蛎煎要蘸着这个酱吃，那个味道在你嘴巴里面的层次感会更丰富。首先是酸酸的感觉，酸完了之后你又能品出来一点甜，然后再就是这个海蛎的鲜味儿，最后回味出来的是淡淡的辣味儿。今天的午饭一共花了75块钱，2份菜。3碗米饭，陆总一个人吃了2碗，再加上一些小水果呀，还有一些小零食啊，一共75，还是比较划算的哦。我们要去找一个理发店，因为陆总现在的发型已经完全没有型可言了。等一会儿看一下平潭理发师的手艺怎么样。我们从一条路上拐进了一个小巷子，旁边有一个圣王庙。圣王庙的旁边呢就是北街，所以我们现在打算进去看一看里面的这个街景啊，看起来好像非常有历史感跟年代感。这儿还有疫情的时候的那些公告呢。这个公告是2020年12月份发布的，现在算起来也5年了。是啊，中山大酒店都是从这边走。哦，在70年以前呢，大概50几年前左右，到后来都搬到我们去。哦，搬走了。所以这边就是平潭县城的一个比较老的城市。那后来就是上面都是海，58年填海填了，下面都是海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老爷爷给我们指了条路，说从这儿走可以看到以前的老房子。我们打算进来碰碰运气。这是一个很有感觉的小巷子，这墙上都长草了。哎呀，这么凶！啊，好，我走。我们被大黑赶走了，赶紧溜。
这应该是一户人家，这个是他的大门儿，那边应该是也是一户人家吧，或者是一个院墙的门，大概也用不了几年吧。房子失去了人气儿，很容易生杂草。我又被汪汪队驱赶了，这么凶！谁能想到这片老城区里面，居然还有一个基督教堂？这个地方是福音堂。光绪年间的福音堂。我们沿着这个古建筑里面的小巷子走，就偶遇了一座庙。这个庙呢叫做大王庙啊，墙上有一个碑记，大概是记载了这个庙最早是浙江宁波海边的人供奉的大王爷。后来这个木头神像啊自己飘到了福建这边，那么老百姓呢就在这儿盖了一座小庙，位置呢是背靠山面朝海，涨潮时水都能到庙门口。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庙底下呀，上面写着渡船头。所以在很早的时候，其实相机里面拍到的这片范围其实都是海，这也跟刚刚我们遇到的那个老人告诉我们的是一样的。所以可见啊，当年这里其实是一个临海的村落。老街上，风是无形的旅者，时间是一张被。陆总要洗心革面，从头开始啊！姐，那个能给我剪一个？什么茶？能给我剪一个台湾回归的发型不？我不会剪，台湾回归。你是台湾回来？不是，我是来这边玩的。对。啊、您觉得怎么好看？你说来这。真快呀，姐！我看看，你看看，清爽。姐的手法非常不错，感受了一下姐的手法相当不错。15块。15块。这个路边有一个招牌，上面写着“写旧联”。哦，这路边还有卖花的呢。天地通用纸币，还有美元。天地银行流通美元。天地银行还有美元。刘美丽同学，你怎么绿了？我涂的是绿豆面膜呀。看，这个是今天我们入住酒店的时候，酒店前台给了我们一张旅游地图，正面是旅游地图。正面是旅游地图，但是反面它是各种广告，其中有一则广告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叫两岸心愿台胞安家，心悬两岸还是国企现房助力台胞幸福安家，6488元每平起，而且还是带装修交付的。下面写了一行特别小的字，是持有台胞证才能购买。所以我们对这个房源很好奇啊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房，还得是只有拿台胞证的人才能买。不如我们明天去看一看，好，顺便了解一下平潭这边的房价行情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比如说在这个平潭市中心一点的吧，大概的一个价格都是在100万左右，均价的话有7000的，有8000的，有6000的，也有9000的，还有能卖到1万以上的。这里，你们觉得平潭的房子升值空间大吗？如果你觉得大的话，可以在弹幕上打个大；如果你觉得没有升值空间的话，可以打没有。我们已经快到两岸新苑的那个售楼部那里，但是我们看这个周围啊，好像有很多楼房正在建设当中。但是我们拐了一个路口，看着前面还不错哦，前面是高楼林立的。我们在那个平潭玩嘛，然后就看到那边坐一下，就给我们发了一个旅游指南。我一看后面一堆广告，这个我很感兴趣。这个因为我们只卖给台胞，是只针对台胞的这个群体。但是目前现在两岸局势非常的紧张，因为现在好多台湾人就是陆配，就所谓的他们所说的陆配，现在好多都被遣回来了，说要求他们不能在那边了。
这是他们发给台湾人发给用方式分享给我，他们也没有用微信发给我。就台湾现在目前的情哇，这么严重啊！非常严重，只是我们在大陆这是完全不知道。台湾所有大陆定居配偶都会收到的，3个月内没处理好会被遣返，对，直接拆散大量家庭，刻意制造人民间的仇恨。有过身份的人，因为我们现在福建的那个福建的这个区域，哇，这个台湾人在这边可以直接办大陆的身份证，然后一旦被台湾知道，就直接除籍的。哦，就是台湾的户籍来大陆有了身份证，还落户，他要是回台湾的话就会受到一些管制。他不是管制，他直接把你除籍了。现在台湾除籍就是不让你加入。对，他就不让你有台湾的身份了。你既然有大陆的身份，你就不用有台湾的身份。那他台湾怎么知道他有大陆是这样的啊，我们这个项目啊，它有比较特殊性的，就是只针对台湾，然后里面也会分2类人，一个是投资客，他就觉得说大陆现在可以作为投资，他们也知道两岸的这现在形势，先在这边做个投资，然后有的人是在这边上班的，在这边上班。对，他也有一些人是在大陆工作，就是北上广这些工作的人，然后在这边买一套，因为平潭这边有一个海峡号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？还真没有。以前平潭跟去台湾有个叫做海峡号，直接去台北港2个小时半就到。然后在疫情之后，这个海峡号暂时被停滞。现在也没有办法去。现在没办法，因为现在疫情之后被停了，2个半小时就到了。停了之后，就是因为现在两岸的局势这么紧张，就是不让开，台湾那边不让我们过去， 2个小时到台北港。OK。对。那还算挺快的，到台北港。是的，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想说，在北上广的人会想说在平潭置场？他就是一方面平潭这边做一个中转站一样，对，那以后又回台湾啊，他就先到平潭，然后坐船过去，非常方便，以前很方便嘛，对，他们都很喜欢坐船过来呀，因为船很大，然后坐得非常稳。而且我看过一些关于台湾的纪录片，然后有人专门去台北看了一下房价，台北的房价其实跟北京差不多的。对，没错。如果是仅限台湾同胞去买这个小区的话，那么这个小区的2手房怎么办呢？2手房现在暂时说在销售过程中也只能买卖给台胞。早期我们项目刚刚推出来的时候是性价比是最高的，非常热。然后现在这2年是大环境的市场下降之后，变成说其实我们这边没有非常大的优势，但是根据周边的房价来定，还是有一点，就是会便宜个2,000-3,000左右吧。以前可以算是快要打6折这样。但是如果他的2手房也仅限于卖给台胞的话，那不是很难交易吗？这个2手房是会比较难交易一些，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个社区？那就想吸引你更多台胞过来这边啊。那你自产了，那你以后就会想着在这边置业了。但其实如果2手房能够卖给所有人的话，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。哎呦，如果能卖给外地人，当然我们平潭人就抢光了。是第一期的卖的时候是2021年10月16号开始卖的。然后我们到现在，我们总共388户，已经卖了快将近200多套了。整个的项目都是我们鼎新的，鼎新是属于当地的国有企业的。平潭城投。成发，我们现在城投跟那个土开合并了，变成成发集团。那个我们样板间什么的还有吗？现在？可以啊，有啊，你又那我们等会儿去看一下吧。去小区我带你去逛一下，可以啊。行。那边上这些小区卖的情况怎么样？就是这边卖的也都卖完了呀，它这个时间段跟两岸新苑差不多。就是这边最高峰的时候是1万多啊。现在是多少？现在差不多8-9千这样。哎，那您觉得如果要是台湾回来了之后，咱们两岸可以自由往来情况下，平潭的房价会涨吗？我是觉得会涨，只要海峡号通了，我这边啊很快就会清完了。这是样板间。对，样板间。这其实也是业主的房子，然后他房子都是交给我帮忙打理。我能穿鞋直接进来。哇，这收的不错哎，还是那种原木风。哇，这是业主自己装的房子是吧？我帮他装的，然后弄成样板房，我们越来做样板房。哇，好看的，这有一个超大的阳台，有落地窗，前面那边就有一个小孩玩的地方。这边还有一个门，哇，这门可以开开。哦，这是那个中间的那个连廊部分，有一个小阳台吧，算是跟邻居是互通的。这边是主卧，带一个厕所。
然后这是一个次卧，这还有一个放衣服的地方。所以其实这个屋子里的硬装都是买房的时候就带着的。对对对。这里还有一个卧室。所以这个房子是3室2卫2厅。这里还有一个厕所。这个是100多少平？107平，6000多一平。对。哦，就是越高。哦，这个卖了。越高就越贵。所以最贵的是多少？最贵的话，反正不会超过8000以上。这小区物业是多少钱？1平方2块6。1平方2块6。对。那比杭州便宜。便宜的嘛，肯定跟浙江大城市比是肯定是便宜的。这个中间套107平米，大概公摊在20%到25%左右。可能得房的话是一个80多平的样子，然后价格是70多万左右。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我是觉得其实价格还算合理，但是仅限台胞购买，所以，哎呀，有点。因为平台以前是真的非常穷的一个小渔村，那就是这10年，就是疫情开通之后，每一天平台都在改变。这个是平潭岛，这边是台湾，然后这边是大陆，这块呢就是福州。从平潭到台湾的话，坐船大概就2.5小时，是高铁的话可能就更快了。但是这个京台高铁现在正在规划中。平潭面临的机遇不是100年一遇，而是1000年一遇，我认同。我也认同。然后前面离那个两岸新院这个小区不远处有一片写字楼，这边是区政府的办公中心，在这里有一些住在那个小区里的台湾人应该也是在这边上班。这个感觉像政务中心或者是政务办公大楼之类的地方。以后这个我们真的实现大一统了之后，可能福州的高铁站或者是文旅局就要宣传这么近那么美，周末到台北，对吧？平潭这边小村子还是比较漂亮的，所以我们现在随机来到了一个村子，叫和平村。这个和平村呢，它是沿海的一个小村子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停了非常多的渔船。你好，请问这个是海带吗？哦。我第一次见这样子的海带，这个捞上来还得晒一下，不晒的话不能直接吃吗？可以，晒一下就说，不算脱掉另一保存。你看它都是挂在一根绳上，然后缠在这个上面。还有小朋友，这是你女儿吗？哇，好漂亮啊，好可爱呀！这个是把海带从沙滩上拿回来。那海带呀，好大呀！你属于是回乡创业是吗？我们之前认识一个船长，也是在北京闯荡了很久之后，决定回平潭老家这里。
太累觉了。我上班干了1、2年，有钱还不够，还得自己干。辛苦是辛苦一点，干这个也是半天辛苦半天闲。但是会心情好，因为上班比较爱自由。对。平潭这边公务员好考吗？平潭这边不好考。平潭，哎呀，本地的人才都留不住，都来发展，就业岗位太少了，很多公司都是空壳来靠政策。哦，每一个村都有一个台湾人。回去，哎，在我们这边大陆有多好多好，宣传不得宣传一下这个。所以他们是也领了咱们正常那个大陆的身份证。还有就是台胞证。哦。也是居留证。我们刚刚跟路边一个正在晾晒海带的小哥聊了一会儿，我们还一直喊他师傅，但结果他发现他跟我同龄，跟我一样大，但是孩子都已经2个了，大女儿都已经6岁了。朋友们，我身后的这座大桥啊，叫平潭海峡公铁大桥，它是我们国家首座跨海公铁大桥，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峡公铁大桥。它的整个设计呢，上层是公路，下层是铁路，整个桥身呢长度大概在16多公里。所以它的上层既能满足公路通行，同时下层又能满足铁路运输。这座平潭海峡公铁大桥呢，不仅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意义重大啊，对于在世界上也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力的，因为它的建设难度非常的高。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所在的这片海域啊，是与百慕大、好望角齐名的世界3大风暴海域之一。这片海域呢，全年6级以上的大风呢，超过了300天。给这个大桥的施工安全啊和这个进度啊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，而且这片海域呢水流速度也非常快，浪潮最高能超过7米，所以对于桥梁的基础和结构的稳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。将来实现大一统的话，那这条铁路公路就可以直接修到台湾去了。当钢铁与海水相拥，所有的遥远都成了修辞。那些被海峡隔开的故事，终将在潮汐与海风的吹拂里重逢。我们现在上到了一个山坡上，那个山坡上呢有一个观景平台，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对面的那个平潭海峡公铁大桥，以及它下面的这些鱼排跟这个小村子，非常的有海滨渔村的风情跟风貌。每一个地方的村庄啊，都各具特色。像我们上一期视频里面去到的海南东方白茶村，那它的这个特色呢，就是船形屋。那平潭这边，我们逛了好几个村庄，我们发现它的这个村子的特色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一栋房子几乎都是用石头垒成的。那平潭这边有很多的房子呢，叫石厝。因为平潭的这个地表裸露嘛，所以它盛产一些花岗岩啊等岩石。这种岩石的储量呢是非常丰富的，同时呢，也因为当地的这个植被覆盖率比较低，所以木材资源啊就非常的稀少。那再加上原来的时候，平潭是一座孤岛，交通也不方便，所以要从外地运输砖头、运输木材等建筑材料呢，它的这个成本又是非常高昂的。所以就直接就地取材，使用这个石头建造房子，就更加的经济实惠了。我现在在大风车底下，从远处看啊，这个大风车好像没有那么大啊，但是你走到这个风车底下之后，人跟风车站在一起一对比啊，就能凸显出这个风车的高大来。我
们现在经过的这个地方呢，叫北部湾。它严格意义上也不算是一个景区啊，因为它是免费的啊，它就在那个盘山公路的路边。然后这边我后面这里修了一个玻璃栈道，从玻璃栈道上望过去呢，这边有一片风车田，还是非常壮观的，所以有很多人慕名而来，一睹这里的美景。前面这里就是玻璃栈道了，从这个地方能够270度无死角观看这个大海跟风车田。哇，这底下都是镂空的。一望无垠的风车田。起风了，风在向我们招手呢，看到了吗？这个是我们吃饭的包间，海景包间。我们在北部湾这里随便吃点东西，点了一个福州鱼丸汤，2个海蛎饼，还有一个蛋炒饭，价格还可以哦。虽然不是一个景区吧，但是也是一个人流量蛮大的一个游客常来的地方。鱼丸汤不错，这么大个一个鱼丸。买了2个海蛎饼，海蛎饼是平潭的特色小吃啊，所以我们也买一个尝尝。我感觉有点像那个玉米面儿，里面包了菜，然后下油煎的。我怎么没吃到海蛎呢？它不是叫海蛎饼吗？老婆饼会有老婆吗？它这里还有一个那个虾呢，就是有一个虾的，能看到它的身体。所以海蛎饼里到底有没有海蛎？老婆饼里到底有没有老婆？这儿，我们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。哦，这个民宿好有设计感。哇，对啊，哇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住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是洗漱的地方，厕所还是智能马桶的，淋浴间。干湿分离的，这里还有一个露天的阳台可以出来，这个露台也蛮大的，晒衣服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。然后这个小风一吹啊，还是非常舒服的。这民宿挺好看的，非常有设计感，总体我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风裹着一天的余热，把所有浪漫都揉进橙黄的暮色里。我们来到长江澳风车田，与今天的太阳温柔的告别。
这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就拍吧，一拍一个不吱声。本来以为今天阴天呢，都快落山了，它出来了，但是云层还是好厚啊。这才是长郊该有的美丽。驻足拍晚霞。这大概是独属于平潭的浪漫吧。今天的火烧云超级漂亮，真的绝了。你还年轻，你把钱给我，你自己再去赚，可以吗？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半，快8点钟了。我们准备出去吃个晚饭，顺便去见一下我们的老朋友阿宝船长。阿宝船长是我们3年前来到平潭的时候，当时我们出海捕鱼，他是那艘船的船长，所以我们就认识了。那这次我们来平潭呢，又联系了阿宝船长，我们一会儿一起聊一聊，看看老朋友见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？我们今天晚上就在这个小白楼吃晚饭。其实3年之前我们也来过这个地方，但是当时人特别少。3个退伍兵2019年创办的司务长设计文书文创，搞菜加搞事，走，点菜去。我们点了一道非常有平潭特色的美食时来运转。之前去那个商场里面，还是不管去哪儿，都有很多人给我们推荐这道名吃。所以我们今天终于吃上了时来运转。外表看起来有点像那种小馒头，但是它这个里面塞满了馅儿，但是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馅儿，我们吃一个尝一尝。这个时来运转啊，我看里面的这个馅料啊给的非常足，它外面的面皮呢非常的有弹性，非常筋道。里面的馅呢，我看里面有紫菜啊，还有肉，还有甘蓝、胡萝卜，还有一些绿叶菜，我看不出来是什么。然后以及一些应该是木耳吧，大概就是这么几样。它就是正常的咸口的馅儿，加上那个外皮非常的软，非常的 Q 弹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之前也在北京。你那时候在北京待了几年吗？我在北京连上大学一共待了10年。你在北京待几年？你也10年。也差不多。你在北京哪？我在后海，我是14年去的黑龙江。好年轻哦！那你的头发怎么了？岁月追赶的。第一次来平潭也是2022年，虽然那会儿可能稍微松一点，还没结婚嘛，没完全结婚。我记得那会儿来的时候，这边就没有什么人。这边路刚刚修通不久，然后后面才慢慢火的。23年那年生意是最好的。
整个报复性的消费。那去年就差一点了，那今年就更差。平潭火起来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整个平潭目前来说，关注度、浏览量过亿的，目前只有蓝眼泪这个。哎，宝哥，那你觉得台湾真正回来了之后啊，平潭的旅游业会受到冲击，会更好，会更好？肯定会更好。大家都在等着这个。如果一旦回来了，平潭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好的。像现在港珠澳大桥已经通车了，这些有桥的地方是枢纽性的一些地方。那如果说它先修的这一座桥是从平潭开始修的，因为平潭已经从福州已经修过来了，这个将近是20公里，那样的大桥8座是肯定能到台湾的。如果说真的修过去了，那这边是作为一个两岸经济一个枢纽、一个交流的点的话，那这个地方整个客流量会非常大。而且平潭本地以前是有2大支柱性产业，一个是航运，一个是隧道，全国90%几隧道平潭人参与修建。隧道隧道，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不会吧？江苏人是造桥梁的，就在我们平潭人的认为，江苏人造桥梁是很有名的。那我们平潭人就是打隧道出来的。全国这些公路、铁路，包括一些涵洞，包括我自己也参与过修建那个西安到郑州的郑西高铁。今天在和平村那边跟一个兄弟聊天，他跟我说，我们平潭这边几乎现在每个村都会有一个台湾人，是真的假的？算真的，就驻村嘛。那我们这边平潭也要多学习一些台湾的一些好的一些经验啊，跟文化什么的，会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台湾的一些青年台湾那边的一些人才过来，在村里进行一个挂职。挂公职吗？挂公职。我举个例子，平潭人只知道平潭的石头会盖房这个就是石头盖的石头做。台湾人就说平潭的石头会唱歌，那就是为什么拿了7块不同材质的石头，包括大小都不一样，他用锤子去敲，能敲出哆来咪发西哆，然后他拿了一个2只老虎的谱子摆在那边，在这个石头上去敲着能敲出歌曲。如果你更有音乐天赋，你就可以敲出更多的曲子出来。人家就说这个石头会唱歌，这个在北港那边很火。台湾人比较会搞文艺比较会搞文艺。那我们就平潭人民就是打隧道，就是这个石头就是盖房子，就是石板对搞基建基建狂魔。阿拉斯加这是。刚刚那个摊上卖椰鸡，我感觉应该是从海南运过来的椰鸡吧。平潭这边也不产椰鸡呀。我们现在在这个海边啊，今天起了非常大的风，大家看到我身后有很多的这种白色的大风车，那么也是很多游客来平潭拍照留念的一个道具吧，相当于。但其实它不仅仅是起到一个简单的观赏作用啊，它最主要的作用呢，就是把平潭的这些风能资源转化成电。平潭的风能资源有多丰富呢？根据官方公开资料显示，我国著名的风口新疆阿拉山口市的年均风速达到了每秒6米以上，而平潭的年均风速则超过了每秒8.4米。受地理位置、地形条件和大气环流的影响，浩荡的长风在此常年不息。全年6级以上的大风能达到300多天，7级以上的大风达到200多天。这也使得平潭被不少人调侃1年一场风，从春刮到冬。平潭的风从北边的东翔岛来，吹到外婆的澎湖湾去。在平潭的这几天里，我每天都看到白色巨人终日转动着它3个臂膀，将地球的呼吸转化为电流。风不再是缥缈的乡愁，而是点亮万家灯火的温暖你我的光。最动人的发展从不是征服，而是像风一样顺势而歌。年轻的人们总觉得该去远方找答案，但老人们知道，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，海风早就吹拂过1000万遍。人们来到平潭，追逐蓝眼泪的潮汐，等待风车田的日落，远眺台湾岛的方向。
不过都是在期待着那些被海水泡皱的等待，终会在某个涨潮夜变成连接两岸的桥梁。就像美丽莎都记得自己属于哪片大陆，每朵浪也都知道该在何时靠岸。